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出国留学这个事，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已经从成绩优异出国深造，变成了反正也考不到什么好学校，不如出国镀个金。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涌入与之相关的各种恶性案件也层出不穷。今天要讲的这个事儿曾经轰动过整个加拿大的华人留学圈，至今还影响着国际学生的招生。而在多年后回看整个事件，依然让人觉得无限唏嘘。2001年5月18日，多伦多警局接到了一起报案电话，一名女子说自己的丈夫3天前失踪了，刚刚在家里的邮箱中收到了一封匿名勒索信，要求50万加元的赎金。这个被绑票的男人名叫顾廷武，来自台湾，48岁，多年前举家移民加拿大，是一所叫做五湖学院的学校校长。警察在接到报案以后呢，其实第一时间就把目光放到了报警的顾太太身上。毕竟老公失踪了整整3天，直到绑匪信寄到家里来才想起来找警察，实在是有点不合常理。面对警察的问询呢，顾太太也表现得很坦然。她说自己跟顾校长的婚姻早已是名存实亡，在大宅里早就是分开吃分开睡，只是顾及到老公的社会地位和名声，才没有正式离婚。也正是因为如此，两人几天不打照面不说话都是常事儿，夫妻二人过着如同合租室友一样的日子。而妻子说顾校长已经失踪3天，这件事呢也的确得到了别的佐证。秘书说顾校长15号下班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上班。警察随后在大宅的卧室中找到了顾校长平时需要注射的胰岛素，根据剩余的药物推导出他在15号以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而15号一整天顾太太和儿子一起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聚会，两个人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跟顾校长熟识的亲朋好友都表示他性格温和，脾气很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从不与人结仇，被人报复的可能性不大。在搜查了他的办公室后警察发现事发当天他曾经收到过学生交上来的学费，一笔5000加元的现金。这笔钱呢，既没有出现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也没有在他的家中被发现。难道是因为顾校长随身携带着现金，所以被人给盯上了，连人带钱一起给掳走了，然后向家属索要赎金吗？可是奇怪的是自从绑匪向顾太太索要50万赎金之后，就完全没了消息，也没有跟他说应该如何进行交易。这一点让警方觉得不可思议，哪有要了钱又不说怎么给的绑匪？难道说绑匪他自个儿都没琢磨明白吗？于是他们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待绑匪的进一步指示。结果这一等呢，就是整整1周，直到5月26日，顾太太又收到了一封勒索信，让他把钱送到多伦多万景太古广场附近的一处公共电话亭里。绑匪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并没有在这前后2封信的信纸上留下指纹，里面的内容也是用电脑直接打印出来，无法对比笔迹，就连寄出的地点也是多伦多市区一处非常繁忙的邮局。但是即使是这样警察却从这封信里找到了一个致命的疏忽，而这个小细节也直接暴露了绑匪的特征。那就是绑匪在写到顾校长名字的时候用的是歌巫顾，这是只有在中国大陆使用的汉语拼音写法，而不管是港澳台还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人，一般呢会把顾写成库。这时候呢，另一份调查报告也显示，顾校长的车在案发以后就停在顾家大宅门口的停车道上，车内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以及可疑的指纹，他很可能就是在从下车到进大门这短短的20秒内遭遇了绑架。加上对方要求的交易地点是一处几乎只有华人才会去的购物商圈，顾校长呢又是一个身高近1.8米，体重200多磅的大个子，一般人很难将他一举制服并掳走。综合这一系列的信息，警方对绑匪做出了一个画像：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年轻男性，年龄18到30之间，身体强壮，可能不止1人，新移民或者留学生的可能性极大，而且还对顾校长非常的熟悉，不仅知道他家的住址，而且还知道他什么时候上下班。而符合这些条件的嫌疑人不多也就300-400号人吧。之前不是说这顾校长不与人结仇吗？
怎么这范围一缩小，反而呼啦啦的出来了这么一大堆人呢？这个呀，还要从他名下的那个五湖学院说起。这个学校的全名啊，叫 The Great Lakes College of Toronto， 专门面向海外进行招生。学校里近500名学生中，几乎全部是讲中文的留学生，其中呢，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学生比例高达95%。那剩下的5%啊，不少是港澳台以及新加坡高中生过来短期游学的，仅有的2个日本学生，简直是如同大熊猫一样的稀有存在啊！学校里一共10多个老师，至少3到4个华人，剩下的也不少是菲律宾、厄瓜多尔、意大利来的。尽管也都是拿着加拿大认证的本科学历，也有执教资格，但如果真的熟悉加拿大学校招聘的人会知道，这样的外籍教师在薪资要求上是远远低于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本地老师的。这一群外国老师在一个台湾校长的带领下，在加拿大教几百个中国留学生。听了这几条啊，估计很多人脑子里都会冒出那4个字：野鸡学校。这个名听起来可能有点不雅，于是英文里面有个相对来说好听点的名字 Diploma Mill， 文凭工厂。基本上呢，指的就是可以花钱买文凭，但是文凭其实并不被本地用人单位所认可，纯粹糊弄留学生的一类学校。有的甚至啊，干脆会去注册一个和正规大学类似的名字，鱼目混珠啊，骗人上钩。比如皇后大学是加拿大著名的老牌名校吧，但是皇后国际学院那就是个野鸡大学。也比如多伦多大学也有一个 A 货版本的多伦多学院，企图蒙混过关。那最让人无语的，多伦多有一所叫百年理工学院的学校，师资雄厚，有160多个专业，是全加拿大最大规模的公立学院之一。但是同样有一个叫多伦多理工学院的山寨版本，而且因为后者的名字听起来更正规啊，更靠谱，所以很多被无良中介忽悠的学生家长误以为这个百年理工学院才是所野鸡大学，真可谓是李鬼打趴了李逵，康帅伯赢了康师傅。而说到这个五湖学院啊，其实人家并不是卖假学历假文凭的野鸡学校，因为呢，它在安省教育局是进行的正规注册的，实际上是一所私立高中，给的也是安大略省认证的高中毕业证，听上去还是挺靠谱的呀。可是当你打开学校的官网，你会发现版面呢分成了面向中国学生招生的中文版，以及教育局网站上能搜到的本土版。而在这2个版本中啊，不仅是对学校的描述和介绍有着很大的区别，就连图片都充满了货不对版的气息。比如给中国学生家长看的教学楼是这样的，但是英文版教学楼呢就成了这样。比如中文网上说，学校宿舍每个学生都有独立房间、卫生间，不仅家具、床上用品配备齐全，还有宿管24小时全面照顾。但如果换个角度看啊，你会发现同样的家具，另一边还有2套呢。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最多能挤进去3个人，根本就不是看上去的一人一间。根据我们采访的一位曾经在五湖学院就读的学生所说，这样的住宿条件在当年的五湖学院已经算是豪华 VIP 级别的了。它还有别的那种普通的6人间啊或8人间，就是那种简陋的上下铺，空间狭小，通风不良，条件不仅比不上国内的很多高校，就连2、3线城市的高中学生宿舍都比这儿强。而宣传中所说的全年开放、早中晚提供、中西结合自助餐的学生餐厅，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一言难尽。对于那些一直在父母身边娇生惯养的孩子们来说，面对这样的食宿条件，真的可谓是以为自己去了发达国家，结果却过着第3世界的生活。而如果只是学校的硬件条件存在落差，也就罢了。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打击更大的是学校对他们的教学承诺严重不符。这位同学回忆说，跟现在很多人是因为考不上好的学校而出国不同，当年那批学生很多都是重点中学的苗子，即使不算尖子生吧，总体来说也绝对是成绩优异。他们很多是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遇到了五湖学院的顾校长带队的招生团队，就像他们中文宣传资料里面描述的那样，把学校夸的是天花乱坠，但是却只字不提其实这只是一所高中，反而强调是一所 college， 并且还通过翻译过程中各种模棱两可的描述，让学生和家长以为这是一所加拿大公立的大专院校，可以通过2年专业课程
和毕业后拿到的3年工作签证，一共3、4年下来就能拿到技术移民。这比起传统的1年语言班然后4年大学，再攒工作经验，一共6、7年才能拿到枫叶卡的方案，不管是时间上还是金钱上，都算得上是一种捷径。于是呢，在一波又一波猛烈的招生宣传攻势下，有的学生和家长甚至放弃了国内高校的录取，而走进了五湖学院的校门。而五湖学院所能给出的仅仅是一个加拿大的高中毕业证。如果单纯只是这样一个承诺和现实不符的落差呢，也倒还罢了。可是这个五湖学院老师大多不是英语母语，学生之间的交流呢又几乎全部是中文，缺乏日常的语言环境，到头来相当于他们重新读了一轮高中，但英语那块短板呢却依然没补上。看到这儿可能很多同学会觉得，那既然是下定决心要做留学生的生意，为什么不干脆办个语言学校呢？给学生突击一下口语，做托福或者雅思什么的考前培训，对症下药岂不美哉？简单来说呢，就是语言班的时间短快的几个月，慢的1年多，也能顺利通关进入大学学习了。而高中就不一样了，学生至少要取得包括18个必修课和112门选修课在内的30个学分，外加40个小时的社会活动，还要通过省级高中文化课考试才能毕业。也就是说呢，在五湖学院留学的学生，最快也要1年半才能进入大学学习。那为啥五湖学院非要把这个时间拖这么长呢？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湖学院单是学费1年就要2万多加币，留学生申请还要多收5000多的手续费。这放在多伦多最好的私立高中来说，都属于很高的收费了。而且相较于其他的学校，五湖还会跟学生收取住宿费和伙食费，前者大概500多加币一个月，后者300到400多不等。这么算下来，一个月还要另外支付将近10002000年左右朋友们，多伦多的物价相比现在还是很低的，这笔钱都能让一个4口之家过上不错的生活了。而在五湖学院呢，是吃也吃不饱，住也住不好。于是不少觉得被骗了的学生纷纷提出想要转学。而这时五湖校方就会祭出他们的杀手锏你们的学生签证是必须要在我们学校读书才有效的如果你们擅自转去其他的学校读书，那么就会变成一个黑户，遣返回国分分钟的事儿。其实后来有人专门咨询过专业的移民律师，他们手里的学生签证跟学校其实并不挂钩，不可能转学就失效，更不可能因为这个被遣返。五湖校方说的那些纯粹是吓唬这些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以及他们在国内的父母们。学生是越收越多，顾校长干脆将学校附近所有的联排屋都以一栋每月1000的租金给租了下来，全部改造成一个个小间的学生宿舍，每3间房共用1个厕所，一座3层小楼里能挤进去20、30号人。你想想20多个人，每人每月住宿费500，这一栋楼整租给学校1个月才1000，这个差价大家可以自己算算。在2000年前后，五湖学院就因为食堂饭菜、住宿条件以及乱收费的问题，爆发过2次学生集体罢课的抗议行为。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扛着课桌板凳跟校警们对峙，最后在当地警方的介入下才平息了下去。而2次闹过了之后呢，校方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比如取消了学生强制住校的规定，而是只要你不迟到、不早退，在校外租房也可以。但问题是很多学生在出国办理签证的时候，就必须给学校交整整1年的住宿和伙食费，这个是白纸黑字写明了不退的。如果中途搬出去呢，损失非常大不说，国内的父母肯定会觉得这孩子不懂事，怎么乱花钱于是校方跟学生之间后来尽管没有爆发出更大的冲突，但是其实一直是暗流涌动。学生们不满的主要目标就是顾校长，觉得他是个唯利是图的骗子，看着为人师表、道貌岸然，其实内里一股子匪气，一肚子坏水。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关系看得警方是目瞪口呆。这要算下来，可不就是五湖学院里头几百号的学生个个都有嫌疑吗？于是他们决定按照绑匪的要求，准备好50万赎金，同时在交钱的地点严密布控，想要来个瓮中捉鳖。可是到了交易的那一天，当便衣警察按照提示
将装着现金的大袋子放入电话亭中，却一直从中午等到晚上商场关门都不见有人过来取钱。难道说对方察觉到不对，所以不愿意冒险？警察在仔细搜查了整个电话亭以后，在电话簿的一页中发现了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先是嘲笑了警方的愚蠢，布置了这么明显的圈套，还指望自己上钩。然后呢，又把赎金改成了10万美元，交易地点会另行通知。只能说，绑匪以为自己很聪明，预判了警方的预判，但是他们没想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警方其实是预判了他们的预判。早在交易前几天，警方就在这个电话亭旁边安装了好几个摄像头，就是提防着绑匪可能会提前过来踩点。果然啊，在查看了所有的监控录像之后，他们发现在约定交易的前一天，有2个亚裔年轻男性曾经来过这个电话亭，其中一个假装在找电话号码，偷偷的从兜里摸出一张纸条给放了进去，而另一个呢，则一直神情紧张的在一边望风。警方将视频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截图放大，最终得到了一张比较清晰的2人面部照片，随后找来了五湖学院的教职工过来进行辨认。在经过反复比对之后，19岁的索志阳和20岁的王峰浮出了水面。2人不仅是五湖学院的学生，还同住一间学生宿舍，属于同学加室友的关系。而且2个人都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对五湖学院以及顾校长的强烈不满，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俩想要退50%的住宿费押金，但是被顾校长拒绝了。同学中传言说，王峰在出国之前曾经在中国武警部队服役过2年，尽管身材不算特别魁梧吧，但是有一定的格斗技能，也拥有一些反侦查能力。在调查了2人的银行流水之后，警察发现在顾校长失踪后的第2天，这2人分别往自己的银行账户里存了2500的现金，加起来刚好就是顾校长被绑的时候身上带着的那笔钱。为了要弄清楚顾校长的下落，警察对他们进行了全天24小时的监控，结果发现他俩除了上课就是宿舍，偶尔出门购物，过得跟其他的留学生没什么两样，根本就不见顾校长的影子。于是在跟踪了王峰和索志阳3天以后，警方决定在5月19号凌晨出动特警，对他俩进行抓捕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解救出人质。一位目击了整个逮捕过程的同学回忆说，当时10几个荷枪实弹、带着钢盔、穿着防弹衣的特种部队从房子的不同位置同时攻入，层层推进到索和王居住的3楼房间，用重锤强行破门而入，整个过程惊心动魄，犹如一部好莱坞警匪大片儿。不过警方预料的劫匪持械顽抗、拔枪激情对射的情形却没有出现。王峰和索志阳2人是睡眼惺忪，根本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按在地上铐走了。屋子里呢，桌子上放着不少有关顾校长绑架案的新闻报纸，看来2个人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警方的破案进展。然而令警方失望的是屋内屋外却仍然找不到任何顾校长的踪影，他到底在哪儿呢？经过了1天1夜的突击审讯之后，索王2人带着警察来到了密西沙加郊外的密林深处，找到了已经严重腐烂的顾校长的遗体。根据他俩交代他们在顾校长家门口将他从背后偷袭，打晕后塞入了车子的后备箱中。原本的计划是把他关在一间4季酒店的客房中，再去找顾家家人索要赎金。谁知开到了酒店，打开后备箱一看，顾校长已经蜷缩在里面没了呼吸。眼见勒索未成，肉票却先死了，2人也慌了手脚，于是酒店也不住了，赶紧开走。因为害怕天气炎热导致尸体腐烂发臭，他们在转悠了1天以后，远远地找了一处林子，把尸体掩埋了事。2人还承认说，其实本来并不是完全冲钱而去，而是觉得顾校长收费高，给的学历含金量又极低，心里是愤懑不平，所以想要绑了他出气，顺便敲诈点钱出来。当发现人已经死了以后其实2个人都已经死了要钱的心。之所以写信要钱主要还是想混淆警方的视线，以及给自己争取一些逃亡的时间。结果不想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整出了一大堆有的没的，最后还是露出了破绽。尽管2个人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交代了个干干净净，不过警方这边依然还是有很多的疑点。最明显的一处就是他们抛尸的地点呢
实在是太远了。根据警方现场的记录，他们开车到一处小路的尽头之后，需要在密林里步行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尸体的埋藏处，这还是在完全没有负重的情况下。前面也说了，顾校长体重超过200磅，2名凶手尽管年轻，但都只有1.7米几的身高，130多磅的体重，要抬着这么重的尸体在人迹罕至、草都长到腰深的地方走这么远，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警方一度怀疑其实凶手可能不止他2人，也许还有别的1-2个帮手才能完成这次抛尸。不过不管怎么问索志阳和王峰都一口咬定只有他2人作案，绝无帮凶。再加上由于尸体被发现时已经高度腐败，法医无法断定顾校长的具体死亡原因，有可能是被塞到后备箱之后发生了体位性窒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糖尿病发作，未能及时注射胰岛素而导致的猝死。经过控辩双方反复的讨价还价之后，索志阳和王峰在2001年以1级误杀罪名认罪，被判入狱20年。说起来有些讽刺的是这俩人呢，后来都在监狱里头完成了安大略省12年级的课程，顺利的拿到了高中毕业证。王峰之后完成了计算机科学的函授大学课程，而索志阳则拿到了金融财会的学位证书，相当于是五湖学院之前跟他们所承诺的学业目标，他们最后还真的完成了，只不过地点是在监狱的牢房，且学费全部免费。根据后来的假释材料显示呢，他们在服刑期间都属于监狱里的模范犯人，勤学肯干，对狱警和狱友都非常的礼貌和尊重，人缘好，外加头脑聪明。索志阳一直在管理监狱的食堂库存，得到了工资的同时，还通过一间慈善机构资助了一个贫困儿童。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入狱服刑了7年以后，加拿大改造局在经过多次评估，认定他们属于年轻人，一失足造成千古恨之后呢，得到了假释。由于他们属于中国公民，根据规定，出狱后立即就进入了遣返程序，并且在2008年先后返回了中国。凶手只坐牢7年，那么受害人顾校长一家以及五湖学院的情况呢？根据网上的信息五湖学院后来由顾校长的儿子接手，但是几年以后就卖给了一家以印度人为主的教育机构，目前依然是一所注册的私立高中，也有针对国际学生开办的夏令营活动。在五湖学院绑架案发生过后加拿大和中国都曾经整顿过留学市场，尤其是对学院一词进行了新的定义，要求只有在加拿大指定教育机构 DLI 目录上的才能够接受海外的国际留学生，并且发放学生签证。这一定程度上的遏制了那些疯狂扩张的野鸡学校，还真应了那句话每一条看似多此一举的规定背后其实都曾经有过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在这个事件中，王峰和索志阳的确绑架了顾校长，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细想一下，顾校长又何尝不是通过高额的学费、住宿费、押金外加学生签证而绑架了那几百名学生呢？真可谓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下期再见。